Hello，大家，我们今天来到哪，对不对？金店后面就是这个金店，是爬山的吗？好像爬山是有个金店，是一个。今天跟着妈妈还有表妹的爸妈来，是不是？对，金店哦，原来是这么大，民盛区全景。金店的后山吧，应该是。原本有一条要爬山1公里的路，结果你妈就说选择一个比较平缓一点的，啊、然后可能会比较不是那么累。然后我们正好想到一个主题要来跟大家说是怎样。就是想和大家，很多人就说适应不适应的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你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，那之所以会有适应这个话题，就是因为两个地方它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们就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能够想到的加拿大和中国，或者说更具体一点，我们经历的两个城市昆明和深圳之间它们的区别在什么？我今天等一下，我们今天买了新的这个 DJI 的麦克，所以我想说来试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讲第一个，就是在国内很流行的就是微信支付啊，国外用那些只会用那些什么现金啊、信用卡支付，真是落后到不行。你一回国啊，根本就不用带钱包出门，全部都是拿着一个手机，就是微信、支付宝支付就可以了。哦，我们现在一边爬山，一边在回答，跟你们讲这些问题，还有比较，所以会有点喘。怎样？那第二个呢？第二个我觉得不一样的就是中途休息一下。累死了，在深圳比较适用吧，因为深圳是一个很卷的城市嘛，所以大家每个人呢都在用手机，你有没有这个感觉？对，就街上每一个人，不管他在做什么，每个人都练就了一副就是可以一边用手机，然后一边走路，一边骑电动车，然后一边骑共享单车，一边用手机，一边吃饭。对，连走路走在街上过红绿灯都可以在看手机，在看手机，很夸张呢。我觉得这个地铁在加拿大，虽然说手机大家都上瘾这个问题，但是好像在温哥华我们没有看到这么夸张的。温哥就大家走路就还是走路啊，对没有说走路都还在用手机的，这我觉得有点夸张了。对，其实我感觉好像昆明没有，有没有感觉就是昆明好像没有这么多这样的情况？对，因为相对昆明就比较慵懒和休闲一点。对，然后因为深圳会比较卷嘛，所以大家都可能都在忙工，可是好像也不是在忙工作。记不记得有一天我们，哎呦，都是在看朋友圈，还有就是看小说，然后拼多多上面看要买什么，淘宝上面要买什么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用。但是这一点我不得不说，就是像国外，我觉得就是不要那么的沉迷手机，这个事情是个好事。对，对，其实，在温哥华大家比较多注重于人跟人的交流，对，就是就算坐地铁啊，跟旁边人聊一下天。对，那边就是坐 SkyTrain 嘛，就是比较多是在马路上面建的那一种，不是地底下的。比较多人会人跟人去讲话，然后就算不认识的人也会去跟他打招呼啊。你知道外国人就很喜欢在那边 How are you 嘛，一看到面就是 How are you， 然后什么的。讲到这个啊，我又有一个感受，就是，就是像你说，外国人见面之后都会互相打招呼嘛。对，不管你是认识还是不认识，或者是你是走进一个咖啡厅啊，他们都会跟你就是很客气的打招呼。我觉得至少在深圳好像这种我是比较少见。不是说，我是觉得说，像我工作的那个写字楼嘛，他们楼下不都是会有那个，工作人员，每天早上一去就说早上好，然后就非常的有礼貌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就鞠躬都鞠到，每一个人都鞠躬，鞠躬都鞠到就是不行了。对，写字楼里的上班族，就每个人都这样，他说早上好，
他刚刚不是演过哦？那每个人都是就是面木讷的表情，然后就走过去，哎，就没有回复他。哎，如果在国外，一定就是哎你好，就是在那边大打招呼啊什么的，所以有点缺乏人情味。说实话，我觉得。所以你刚开始去公司那个，我都是异类啊，因为我每次一进去，人家跟我说早上好，我就说早上好，我说今天有点冷吼，或者是说早上好，哎，今天下雨了。可是他们会回答你吗？他们会耶。会，对，他们其实工作人员是训练有素的，但是在那个写字楼里办公的那些小年轻啊，就会相对比较冷漠，可能有他们自己的事情要去操心，所以可能没那么多闲工夫去跟你讲这些事情。但是我觉得其实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互就是这样啊，而且像比如说我在我的工位上工作的时候，就是保洁阿姨会来打扫我的。擦一下我桌子啊，帮我旁边的垃圾桶收一下，我都会说谢谢谢谢，辛苦辛苦，然后我都会这样子说，然后其他人都就觉得说有必要这样吗？然后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是有回报的，你知道，就是最后那一天呢，保洁阿姨她就阳了嘛，对啊，保洁阿姨阳了之后，她主动跟我讲，她说，哎，我好像阳了耶，然后她说我现在就身体痛又咳嗽什么的。然后问我说那我要怎么办？我就说你赶快先请假回家，我还给他一些建议什么，就是他好像有真心觉得说我是比较真心在带他，所以他有愿意跟我分享他阳这个事情，然后还向我寻求意见什么，我觉得就很好，就是人都是互相平等的嘛。虽然说他们的工作是比较体力的，但是不代表人家就比你低一等。那人家跟你说一个早上好，你其实说早上好这3个字，不耽误你1秒钟的时间，不会消耗你多少力气，其实就能够拉近与人的距离，而且是能够给你一个很开心的一个早晨和一个好的一个心情。为什么不去做这个事情？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像我之前有第一份工作那个 offer 的时候啊，那柜台小姐姐就跟里面的那个 HR 的经理说：“哎，来了一个好有礼貌的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人哦。”然后我就有点惊讶，说：“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就是谢谢，不客气。”然后怎么样，就是挂在嘴边嘛。因为其实加拿大人太客气了。对，加拿大人其实我跟你讲，走在马路上2个人一起相撞到，就我这样不小心走，我就这样，不要我们2个行人了，我就这样走，我就这样，哎，差碰到你，哎呀 ，sorry， 然后就整个就是要演到不行，sorry， 然后就跟你磕头，也没那么夸张啊。但是就是加拿大人会很喜欢把 sorry 挂在嘴边，不管是自己的错还是别人的错，所以。对，这一点就是觉得跟国内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。这边的地铁要安检，可是我觉得安检有必要了。对，我觉得比较安全啊，反正就是这边的地铁进去，你的包啊、你的水啊、饮料跟水还要放到一个什么称的一个机器上面去称，好像是称看有没有什么，看你是不是汽油什么的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可以在科技再发达一点，就是你人这样子走过去，然后它就可以自动就把你全部都扫描，然后你就知道说有没有带危险物品。这样的话你就不用，因为有时候真的拿大包就会稍微有点小累。不过也都配合，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，这个没什么好讲的，对吧？然后在加拿大没有，加拿大没有，就进去闸门就进去了，没有的。对。为什么要敲？有福气。有点脏脏气随随便便就这么的漂亮，老盖了是不是？嘎嘎的老盖了，随随便便就是这么多人，对不对？电商的差别，这个超有感的吧？电商哦，就是你买那些京东啊，对。我们回来之后就是买很多东西嘛，然后因为尤其是搬了一个新家之后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就是 PDD 上面踩过的坑啊，还有买的一些觉得很值得的一些小惊喜可以跟大家分享，但是98%应该都是小坑啦，没到大坑，有一些是真的是用不了，但是是挺方便的，就是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在加拿大
你要买东西的话，就是亚马逊嘛，Amazon。对 Amazon 的话，你就是电器，当然也有可以买一些543的一些小东小西，什么都可以也是买了。可是你买回来之后都是 Made in China，对，所以其实也倒是没有什么特别感触。而且他们的那个物流超久。2个礼拜起跳，算是已经没有谢天公平的谢地了。说啦，公平的说，如果你是 Amazon 的那个 Express 的那个，就是 Prime Member 的话，你其实是就是有就是 Second Day 的那个 Delivery 嘛，就第2天就可以送到的，或者是说就是不会到几个礼拜啦。如果你是有这个会员的话，所以倒是也还可以，我觉得。但是只有那个网站有。买东西的，那如果你要去一些别的网站的话，像那个什么易贝吗？是叫对，还是叫什么易贝的话，就会变得说比较慢一点。对，或是什么 Canada Post 那些、或者是一些私人在自己开的网站，然后去购物的，就会比较慢一点，我觉得。对，或者是说你去百货公司的那个网站上面，那些都很慢，而且呢，寄到是给你寄一个通知卡，放在你的信箱。然后叫你自己再开车出门去到一个邮局的点，然后再去拿。然后呢，就是拿的时候呢，就是有时候很多问题，说那货还没到啦，什么要 check 你的 ID 啦，然后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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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堆问题。反正电商在那边呢，就是那种非常落后的那种国家的地方才会有那种电商，在这边多快多好。还有那些人工客服，随时你晚上11点、凌晨12点上去，还跟你人工客服回答问题什么的。反正我觉得这边呢，电商方面呢，比那个加拿大好几千倍。这个是毫无疑问的。不过可以回到刚才讲的那个威力刚才说的那个，就是快递的那一块，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，国外它现在依然在用就是寄信。它寄信像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，比如说法庭要给你一个什么，通知你一个什么事情啊，有人告你啊什么的，其实他们都是用寄信的方式，所以其实寄信算是一个主流的。但是在国内的话，讲真的都很少用寄信这个东西，没有寄信，对，也是可能办公的那个部分会有一些寄信啊，但是它因为没有这么普遍的寄信，所以它没有说每家每户都有一个。信箱，那客观来讲的话，因为那个信箱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大嘛，所以它有一些大的行李或者是大的一些包裹，它是塞不到那个信箱里的，所以它只能贴一个纸条，然后让你去拿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你要改，你也不可能马上就改得了的。然后国外好像还在开支票嘛，支票对。国内没有支票这种事情，没听过支票，就直接就转账直接就转账，对。吴三桂的刀，是不是？这也是那个刀，这太大了吧？7星剑。吴三桂有个爱妻叫陈圆圆，这是他给陈圆圆修的呀，在现在的莲花池公园，在121大街呢，叫商山安抚园。陈圆圆是江苏人，来到这儿不习惯，所以吴三桂命200名工人花2年时间修了这样一个建筑给他。让我损毁了，现在只剩一个莲花池了。这个是他吴三桂真正住的地方，平西王兴府。原先整个翠湖都是他的。翠湖以前叫蔡海子，这吴三桂填蔡海子之半，耕作兴府。他呢填了一半的翠湖，用来修建自己的宅邸。可以想，如果你去到翠湖你感觉他当年财力有多雄厚。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啦，我们只是目前先想到一小段，然后想说趁着这个今天出来这个工作呀，比如说上次你不是有提到说，在国外就比较注重生活跟工作的平衡，那国内的话就是工作优先，工作第一，对，就是你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。在国外的话，我们下班的话就下班了，然后也不需要加班。有时候如果太忙的话，需要加班的话，就是按照工资来付嘛，对吧？对，然后都可以拿到1.5倍甚至是2倍的工资，对，这个倒是比较好。而且周末呢，你就是跟家人在一起，如果是领导又找你的话，是可以不用理他吗？在国外吗？对，可以不用理他。你可以说我等到礼拜1再来对处理，或者是说我可以等到礼
礼拜一再来解决什么的，对你就不用马上说，哎呀，我要赶快先回家去把这个事情给它搞掉，你就继续去玩你的事情就好了。对，国内的话好像不太行哈，国内尤其是如果你在一些高度内卷的行业，比如说互联网啊这些的话，就不太可能，我觉得就对不太可能。然后我们刚好现在到这边呢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好多人都在这边，就是露营啊什么，其实还蛮有加拿大的感觉的。对，这边加拿大人周末就是这样，对加拿大人因为没有这么多的商场，所以不像国内的人有很多可以去玩的地方嘛，所以大部分人周末其实就是约上3-5个好友，或者是约上自己的家人，然后就到这种有河呀、有水呀、有山的地方，然后就这样铺开，然后小帐篷搭起来，然后该去玩的、爬山的就爬山，然后就吃东西的就吃东西，野炊就野炊，烧烤就烧烤，其实还蛮像这种的耶，对不对？蝴蝶园，然后相对会比较多一些自然风光。这个我们现在站在公园也很美啊，但是就是看得出来应该是后期人造的啊，对吧？所以你们听完这些分别的差别啊，有什么感想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哦，或者打在弹幕上面。我觉得加拿大跟中国就各有各好嘛，对不对？对我来讲，加拿大 out， 旁边站就是 out 啊。那一键3连 ，OK， 订阅我的频道哦，拜拜。